上集说到，以西结等人被转移到了22号站点，可让他们震惊的是，所谓的22号站点竟然是亚历山大联邦，居然强行接管了这里，并将其发展成了前沿哨站。而达里尔等人也从无线电台中套出了22号站点的位置，这使得几人愤怒不已。帕梅拉那个女人不仅抓了他们的同伴和孩子，现在竟还把他们的家园给占领了，这下可是彻底的惹毛了他们。等到了第二天一早，倪老板他们便早早的被拉出来干活。今天劳作的地点在亚历山大附近，因为周围几个站点的工人全都在这边工作，所以守卫也比其他地方多了许多。典狱长黄毛更是亲自监工。昨天以西结已经把收集情报的事情告诉给了众人，大家伙都在积极配合。正在干活的凯莉见没人注意他，赶忙偷偷的给马格纳结了个印，告诉他有2个士兵在外围，4个在里面。马格纳默默的记在心里。另一边的公主和以西结也在偷摸的环顾着四周。这时公主看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那个男人不正是当初大闹晚会的服务生泰勒吗？他怎么也出现在了这里？看样子凡是得罪了帕梅拉的，不是死了就是被送到了各个站点劳作。公主觉得这个叫泰勒的男人很有胆量，可以尝试说服他一起逃出去。过了一会儿，倪老板来到了供水处，马格纳不动声色的也跟了过来。他将刚刚凯莉告知的情报小声传递给了倪总，这是他们约定好的，只要得到新的情报就会寄给他。知道了外边守卫的人数，再结合自己的观察，他赶忙掏出一张破布，偷摸的在上面画着逃生路线，只要时机成熟，他有很大的把握带他们逃出去。倪老板刚把破布揣兜里，以西结便也假装喝水走了过来，按照约定他是过来接头拿地图的，然后再传给大家观看。可好巧不巧，倪总这时竟看到了妻子安妮，她正在被士兵呵斥。现在的倪总哪还有心情理会以西结，心疼的他走到一个士兵面前。What's a person got to do to get a little break around here? What'd you say to me? Prisoner? Oh, man, I'm not talking about me. My wife. I'll pick up a couple extra shifts. Maybe she can have her workload loosen. The Commonwealth doesn't make deals. I am not talking about the Commonwealth, man. I am talking about you. 这个士兵没有讲话，他能看得出来，眼前这个男人是个有担当的老爷们。可另一个士兵就没那么客气了，见到倪老板还敢提要求，上去就给他来了一下。倪总也来了脾气，当即推搡了起来，可很快他便被一巴掌扇翻在地。安妮看到后赶忙跑了过来，她想冲上去帮忙，可也被推倒在地。上了头的她起身就是一拳，可最后还是被士兵硬生生的给拖走了。而倪老板被士兵拿枪指着，只能是眼睁睁的看着安妮被拖走。而这一幕刚好被躲在远处的达里尔和卡妈看在眼里。他们经过一夜的赶路，终于是来到了亚历山大附近。接着俩人把看到的情况告诉给了另外几人，所有失踪的同伴们都在，可就是没有看到孩子们。他们猜测应该是被藏在了亚历山大里面。罗西塔焦急的就想着杀进去，可达里尔表示守卫太多了，杀过去无异于以卵击石。加百利也是气愤不已，当初帕梅拉那个女人承诺帮他们重建社区，然后还给他们，可现在看这架势，这个女人压根就没想过要归还。这时达里尔想到他们可以从下水道偷偷的摸进去，随即众人决定分成2队，达里尔和康妮从下水道偷偷前进社区，卡妈则和玛姬从地牢那边绕过去。罗西塔担心孩子，也想着跟他们同去，但被卡罗尔给拦了下来，因为他和加百利的枪法是最准的，可以在外围替他们打着掩护。罗西塔无奈只好作罢，不过他还是说道，如果你们一晚上还没出来的话，我们就进去。卡妈也是点头同意了，接着他们便开始了行动，希望能一切顺利。中午休息的时候，以西结和倪老板端着食物坐在了泰勒的旁边，俩人打算说服对方一起合作，因为泰勒在这里也有自己的人。以西结小声地对他说道，我们知道你反抗过帕梅拉，咱们可以合作，你们的人和我们联手可以干掉守卫，然后就可以掌握这里的控制权。还没等他说完，泰勒便说道，你以为我们没尝试过吗？只不过每次的结局都一样罢了，我们已经死了很多不该死的伙伴了，在这里只有2个选择，要么忍气吞声的苟活，要么绝望无助的死去。你们真打算逃走的话，还是自己行动吧。就在以西结不信邪的打算继续劝说一番时，2个士兵径直的来到了倪老板的身后。Get up. Nope. Not until you tell me where my wife is. You're on your own. 以西结傻眼了，难不成逃跑的是泄露了风声？很快倪老板便被带到了黄毛的办公室。 Sit, prisoner. All right. Jesus. 就在士兵刚要出去的时候，便被黄毛给叫住了。Transfer's been denied. Sir?
My brother's been very sick. I don't know how long he has. Then you should have told me directly instead of going around me to ask for a transfer. Your duty here has been extended 6 months. 这明显是黄毛不满士兵的越级上报，直接给他穿了小鞋。看着士兵握紧的拳头，倪老板心里明白了一些，这些士兵和黄毛之间的关系也并不是那么铁板一块。等士兵出去后，黄毛直接起身拿着一张破布走了过来，正是之前倪老板画的那张逃跑路线图，不知怎么落到了他的手里。黄毛将破布甩给了倪根，说道：“这是在你和守卫们争执过后发现的东西，你应该知道些什么吧？”倪老板表现得很淡定，调皮地说道：“这看着像是谁家小孩画的涂鸦。”黄毛哪信他的鬼话，直觉告诉他眼前这个男人绝对知道些什么。他直接摊开牌说道：“这块破布上记录了守卫们的数量，还有条线路刚好避开了他们轮班时间，这说明工人里面有人在计划着什么。” What's that got to do with me? 黄毛继续说道：“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觉得你身上有股子领袖气质。真正的领导者会截然独立，也比一般人聪明许多，而且也会去做一些大多数人没有胆量去做的事。他们是真正的威胁。现在我们之中出现了威胁，我认为这个威胁就是你的人。” My people? Look, other than my wife, all those people, they hate my guts. So I don't know anything. But I bet you can find out. Bet I can't. Not really an option. 见到你老板不想配合，黄毛也不绕弯子了，直接威胁地说道：“找不出这个人，你就别想再见到你那怀有身孕的妻子。”听到威胁，你老板眼含杀意，这个混蛋还真拿捏到了他的七寸。黄毛也不害怕，直接是给了他一个承诺，只要把搞事情的人揪出来，他就可以和妻子在这里过得很舒服。你老板没有立即答应，必须得先让他看看妻子是否安全。好在安妮被安排在了一间干净的房间里，正甜甜的睡着。夫妻俩见到彼此都平安无事，心里也都松了口气。接着俩人相互安慰着对方。你老板再次向安妮做出承诺，他一定会把他们母子俩给带出去的。可安妮也不傻，想要从这里逃出去谈何容易，过程一定是危险重重。他劝说尼根要谨慎行事，肚子里的孩子还需要爸爸。你老板安慰他别担心，表示自己很聪明，不会有事的。至于刚刚黄毛的威胁和条件，他并没有告诉安妮，那样只会让妻子担心。可在日落之前，他必须要给黄毛一个交代，否则妻子将处于危险之中。你老板陷入了两难境地。与此同时，达里尔和康妮已经进到了下水道中，他们只要沿着通道一直走，就能到达风车那边。可倒霉的是，之前亚历山大遭受过暴风雨的侵袭，下水道里被冲进了许多的树枝和丧尸，二人只能一边清理一边前进，速度被耽搁不少。而另一边的马基和卡妈则速度较快，俩人已经从地牢的通道悄悄摸了进来。他们现在不知道孩子们被关在哪里，只能是一间房一间房的去寻找。就在他们刚准备上到1楼的时候，走廊便传来了脚步声，有个士兵正在巡逻，说明这里应该是个重要的地方。见到士兵走远，俩人轻声走了上来。见到没人了，卡妈一个箭步便走到对面，马基刚要跟过去，就被一个士兵给发现了。男人刚抬起枪，后脑勺就挨了一下。这里还有其他士兵，他们只能先将人给拖走，不然被发现就打草惊蛇了。不多时，二人把士兵拖进了一个小房间，并将他的手脚全都捆了起来。他们只能在这等待时机，因为这栋楼里的士兵非常多，总是进进出出的，好似是他们办公的地方。在社区的外围，以西杰和倪老板还在铲着土。见到士兵没注意这边，以西杰低声询问黄毛找他做什么。倪老板装蒜的表示他让我打扫厕所。以西杰知道他在扯犊子，当即就生气了。大家都同意站好的，你竟然有事瞒着大家，直接把铲子一放就开始质问。你以为我同意合作我们就成朋友了吗？我们永远都不会是，因为我特么从来都不曾忘记你从我这里夺走了什么。看你的眼神我就知道，你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本杰明的死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杀了我那么多的家人和人民，道歉改变不了任何事情。事实上，就算我们成功的逃了出去，你也不配过上新的生活，更不配当一个父亲。I'll tell you what, I will pay for it. So you can go ahead and live it the rest. You do you, Ezekiel. I'll do me. And you know what? I'm gonna do it for my kid. 以西杰的态度，让他决定了接下来该怎么做了，所以他来到了黄毛的办公室。So, you got a name for me?